1979年那會兒，伊朗人均壽命才57岁，現在已經到了77歲了。那時候成年人的識字率只有37%到41%，女性更是低到35%。現在呢，伊朗成年人裡將近一半都受過高等教育，大學裡女生占了一大半，搞理工科的女生比例高達70%。這就是互聯網上那些個雜種張口閉口批判的那個閉塞、封建、政教合一、沒有自由、女性生活悲慘的國家40多年來所做的努力。然後那麼多年了，跟這種人文進步形成殘酷對比的是什麼呢？系統性的經濟崩潰，對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伊朗人民，尤其是伊朗女性的生存權和发展權，形成了慘無人道的剝奪和抹殺。這不是自然經濟周期的陣痛，是由外部強加的。這說了吧，就是以美西方領頭的長期制裁精心塑造出來的。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今年1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當着全世界的面說了這麼一段話：我們在伊朗制造了美元短缺，他們沒法進口商品，這就是伊朗人上街抗議的原因，這就是經濟治國之道。沒用一槍一彈，伊朗很快就會從內部崩潰。到了2月初，他在美國國會又炫耀了一遍。我們在去年12月看到了極限施壓的成果，伊朗一家大銀行倒閉了，央行只能印鈔救急，貨幣崩盤，通脹爆炸，勇敢的伊朗人民走上了街頭。這話真他媽說的理直氣壯啊！什麼叫制造美元短缺？就是用制裁掐斷伊朗的石油出口，讓這個國家掙不着外匯，然後眼睜睜看着貨幣變成廢紙。伊朗里亞爾跌成什麼樣了？一袋大米的價格抵得上一個工人1個月的工資，雞蛋和酸奶這些曾經窮人還能吃得起的東西，現在也成了奢侈品。普通人家買點基本食品都得賒賬或者分期支付。這不是生活艱難，這是生存崩塌。在這個崩塌的過程裡，伊朗女性是最慘的犧牲品。根據世界銀行的数据，2023年伊朗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失業率超過20%，就是你辛辛苦苦讀完大學，甚至讀完碩士、博士，最後發現根本找不着對口的工作。正規的白領崗位，像教育、醫療這些女性原本能進去的行業，因為經濟萎縮大量削減。很多人只能去幹家教、搞手工藝、做小型家庭作坊，沒保障、沒合同、沒社保，掙的錢勉強糊口。一位叫萊拉的30歲女畢業生說得很直白了：我們的問題是面包，光是弄到足夠的食物就已經很難了。找工作的話根本找不着啊！她跟妹妹全靠母親每月130美元的養老金活着。這不是個例，這是伊朗整整一代高學歷貧困年輕人的真實寫照。數據顯示，女性畢業生在失業人口裡占比高達71%，就是說每3個找不着工作的大學畢業生裡有2個以上是女性。那些天天喊着解放伊朗女性的人，你們倒是说说，這種連飯都吃不上的自由是哪門子自由啊？那惡靈貝森特承認這些的時候，一點都不覺得害臊啊，反而當成政績到處講。然後就是2月28號，美以對伊朗發動了聯合軍事打擊。伊朗南部一所女子小學被導彈炸了。伊朗紅新月會當天晚上公布的數據是，襲擊造成201人死亡，747人受傷。光那所小學就有85個孩子沒了。這些是活生生的人，是剛剛背着書包去上學的孩子，不是表格上的數字。這就是美國嘴裡說的還給伊朗人民的自由嗎？用導彈炸小學，用制裁讓老百姓吃不上飯，然後還洋洋得意地說這就是我們幹的。一大群所謂的西方極端女權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在深情地呼喚巴列維王朝的復辟。他們有沒有告訴过聽他們呼喚的對象，那個王朝的末代國王巴列維說過什麼呀？他說女人是邪惡的、惡毒的，沒有創造任何東西，只是美麗的花瓶。2026年了，
幫隔壁還在街頭巷尾的、網上網下的拿自由說事兒，什麼伊朗女性應該擁有穿衣自由、婚姻自由、開設網絡付費賬號的自由。他們自己怎麼不試試看，在飯都吃不上的時候，在導彈襲擊的時候，還能義無反顧地爭取這些自由呢？看看那些曾經歡呼自由來臨的地方吧，敘利亞的海濱城市拉塔基亞，當初也有人歡呼敘利亞女性的自由來了。現在呢，什麼都沒了。伊朗南部基什島曾經的街拍景象，能看就多看2眼吧。明天会变成什麼樣，腦子正常的人都想象得出來。美國都大大方方承認了，伊朗老百姓的苦難就是他們一手造成的，這不是什麼陰謀論了吧？這是他們親口說的經濟治國術啊！那些還在為制裁叫好、為美以暴行歡呼的人，你們鼓掌的時候，背景裡是伊朗人找不着工作、吃不飽飯的眼淚，是那所被炸的學校裡再也醒不過來的小女孩，是拿着一沓沓貶值成了廢紙的鈔票，欲哭無淚、無辜無措的普通百姓。別扯你媽了個逼的自由了！他們經年累月，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變着法兒地用盡了無數惡毒的手段，把一個個國家的無辜人民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是想在一切塵埃落定的時候賜給他們自由嗎？摸摸良心，挠挠大腦溝壑，他們自己信嗎？لبیک سربازان و رزمندگان اسلامه و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شت تا انتقام خون همه شهیدان، تا انتقام خون امام شهیدان رو بگیرن. مردم اصفهانی های عزیز، همراه با این موشک هایی که داره فرستاده میشه، مرگ بر آمریکا! ایرانی